其实女生过了一定年龄，真的就很难找对象。就是我在家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就一个给我介绍对象的媒人都没有。就女生过了一定年龄真的很尴尬。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还挺优秀的，但是媒人一听到你的年龄，就会觉得到这个年龄了还不结婚，就给你介绍二婚的吧，你觉得自己还挺优秀的，给你介绍稍微优秀的男生吧，他又觉得你年龄到了，就是真的就挺尴尬的。也不是说媒人没给我们介绍过，就在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媒人也特别愿意给你介绍，但是一旦过了30岁，就真的就挺尴尬的。我艰苦创业，努力工作，拼命赚钱，买房买车，我认为这就是很厉害。直到我变成一个快40岁的大龄剩女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突然觉得这种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每次需要自己披荆斩棘的时候，看到别人有老公护着，真的很心酸。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男人并不在乎女人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他们更需要的是年轻漂亮、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身材好、皮肤好。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只是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心疼自己这么多年的拼命努力，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我可以学，可是年轻漂亮又怎么能回得去呢？就总有人问我说，凭什么大龄男可以找小姑娘，我们就不能找弟弟吗？因为人家大龄男生愿意给小姑娘花钱啊，那你女生呢？你找弟弟还是人家男的花钱，那人弟弟肯定不愿意。你又想着我年轻又不给我掏钱，我何必找个半老徐娘呢？那女生自己赚钱自己花，男生自己赚钱2个人花，能一样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追女生了呢？是男生们呀，他们都想开了，把追女生省下来的钱买辆车，不香吗？不管风吹雨打，他都会在原地等你，他也能陪你去任何地方，对你呀是不离不弃。过节呀，你也不用送礼物，关键是呀，别人开他必须得经过你同意。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你加油加油。有女生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年薪百万的男生喜欢我们这种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普通的女生？我说没有办法。他说你不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吗？我们真的解决不了，我们满足不了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自己一个人过吗？因为他很清楚，如果遇不上一个好女人，他宁愿自己一个人过。虽然孤独，但是安静，没有争吵，没有背叛，没有失望，也不会有伤害，更不必要去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心痛和破碎感。你说对吧？都在喊男女平等，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中国女性的觉醒就应该靠自己的奋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嘴上每天喊着男女平等，心里却想着坐享其成。真正的平等是你1个月工资4000，他1个月工资也是4000，2个人谁都不嫌弃对方。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女方每个月4000来块，却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每个月收入最好能过万。拜托，男人是来找对象的，又不是来当冤大头的。男方来找你当祖宗供着吗？我就想有些女孩子真的是，就是你特别看不上你那老实巴交、勤勤恳恳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什么呢？你就是心强，但是你真的什么没有。但是你看看人家，他除了比较老实，长得可能一般般，其实人家是已经胆战心惊的在满足你的各种要求了。就是你就是内心不满足，你就是欺负人家。然后呢，你跟人分了之后，人家条件在那摆着，人家转头就能找一个，人找一个之后，人家过上日子去了，你就不甘心，你就很痛苦，你又去招人家，你就觉得，哎，当时我那么能欺负你啊，现在我一招你就回来。你看人家那娶那老婆，跟你是一个阶级的吗？跟你是一个水平的吗？你凭什么把人招回来？有好多这样的女的，面对自己那老实巴交的男的，他就是不甘心，但是呢，他又觉得我出去之后还能找到好的吗？你到时候后悔，你招不回来了。所以人啊，要首先自我成长，你要先明白你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缺什么，然后学习成长，提高认知。我其实知道这种女人的痛苦，她一生都不会过好的，如果她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这里指出来，你自己考虑考虑我说的。明确的告诉大家，有的人呢真的是自己作。那边呢有个女生啊来找我，提完要求以后呢，我说实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这个女孩子呢，211本科毕业的，身材长相都还不错，事业单位上班，但是她一来就一副非常高傲的一个姿态，给人感觉呢不太舒服。她啦说她平时穿的用的都是高端货，所以结婚以后呢，她自己的生活品质啊是绝对不能降低的。需要一个能供得起自己生活开支的男生。
那我就问他啊，你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是多少钱呢？他说呢，我每个月自己生活玩乐加上买化妆品呢，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那你知道他平时的工资是多少呢？他说啊，到手只有6000块。那平时那些大的开销呢，都是前男友提供的。我估计啊，是男朋友醒悟了。我秉着为我们男会员负责的那种态度啊，我就劝他还是别来我们机构找了。要是你一个月能赚5到10万的话，你会娶这样的女孩子吗？希望男方给你多少彩礼？200万。200万。300万。父母养我也不容易，也有一点抱歉，就按正常的收就可以。我那边是38万8。我们那边的风俗一般都是最低价都18万8。18万8。18万8。28万8，随心愿吧。比如说8888，我觉得很好听，也可以。小姐姐几几年的？我97年的。哪里人？我西安人。西安。户籍我说实话你不要生气哈，因为如果说你是西安的，在厦门的相亲角是有一点点吃亏的，这边接受省内会比较多，外省人如果找个新厦门人也没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想法把那个户口迁到这边来？有的，我家人都在这边。可以，那是做什么工作？做生意的。性格怎么样？我的性格挺外向的。有房有车吗？有的。名下有房有车，那房在西安咯？没有，在厦门这边。有嫁妆吗？有的，嫁妆近100万，应该是超100万。男方给这个彩礼的话，我们这边是双倍返还的。那这个小姐姐赶快领走呀！你有什么爱好？我平常跳舞画画，我从小就受家庭熏陶，擅长做生意赚钱。哇，那非常好，你这么好的条件还要相亲啊？我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必须要170以上。一个是要炒股，这2个是硬性的要求。然后年薪随便吧，要是有理财意识，然后情商高就可以。这高在哪里啊？还好啊。不高吗？我觉得炒股挺难找的。那也确实，整体来说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又是一起订婚强奸案没做这回是杭州了和山西大同那个有点不同。这回来是2个人已经相处了5年了都交流过无数次了仅仅是因为那个房产证没有加上女方的名字，所以女方就报了案。那一言不合就报案，那公安局是你家开的但是那个房间那确实是那女的开的而且男方已经给了她38万的彩礼。你说都这样搞那谁还敢结婚那必须完全按照女方的意思办，只要一点要求没达到那马上就要告你，这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建议把这2起案件给我并案侦查必须要让这些捞女来付出代价我告你诽谤这种歪风邪气必须要整顿一下了现在男人才是弱势群体我恳请这次那个法律能站在男人这一边给男人留点活路拜托了。35岁没结婚没孩子，说我是不是因为太挑了？其实跟你说实话我对人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我对男生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要么就长得很帅对我好，要么就是有钱对我好，就这2个。但是大概率呢，有钱对我好呢，我大概率是不会接受的，因为我还能有点小钱。那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长得帅对我好。长得帅对我好，我觉得我这个要求有点不过分了，我也长得不丑，对不对？我又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很胖的那种，是不是？我长相也还行，然后我还能有点脑子，还能赚点小钱。就是如果你长得足够帅，然后你基本上跟我在一块，我都能让你变得有钱。那么就2个都有钱，那我就是高富帅，我就全部都拥有了。那我就想要这样子一个。然后就是为什么说那种有钱的人为什么不能找？就说实话，就这么多年，我不是说我想要嫁给有钱人我很容易吗？因为我的确很容易，就不管我的前对象也好，或者是我身边也好，就是你当到了一定的那个什么的话，你身边就不缺有钱人，你想结婚，你随随便便就可以结婚，就是你可以找那种很有钱的就嫁了，就只要你不在乎他的外貌的话，你是可以嫁的。但是我想想，就是我后来我想一想，为什么我就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想，我要是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每天我要对着他那张脸，我还每天跟他睡在一起，每天要吃饭要看着他，就是如果我看一个人不顺眼的话，我觉得会得抑郁症。就是即使你给我很多钱，我没办法很开心，因为我觉得钱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你一个月赚几万或者赚10来万，其实你已经足够花了。我又不需要说，像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又不需要说我要去打工，我又不需要去为了我的生存而努力。就说白了，有点小钱，有点小挣钱的能力，我又没有要求说我必须要过得上那种千万身家的老婆，我又过亿身家的那种。我也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努力一点，一个月搞个几十万，一年搞个几十万就够了，或者是2个人努力一点，一年搞个几十万也能过得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大富大贵呢？但是我追求的是人呐，宝宝，
是人呀，就是那个男人，我要嫁给他，我一定是因为我喜欢他呀，我见到他我不会不舒服呀，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永远喜欢他，永远爱他。你们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哎呀，结婚了之后都会变成亲情，就是那个变不变，但是结婚了之后他是责任，那责任的前提也是我看到他顺眼。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的男朋友长得很帅，他吃饭吧唧嘴，我会觉得哇，这个男人吧唧嘴真帅。但是如果那个长得丑，他吧唧嘴，我就觉得这个男的真没素质，什么玩意儿？就是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比如说穿衣服，那个男生只要长得很帅，他随随便便穿个睡衣，我都觉得哇，帅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那个长得很丑，他什么衣服穿他身上都丑，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找他事儿。那你结了婚之后，你每天就不是在吵架，就是吵架的路上啊，除非说你给我很多钱，然后一年到头你不到家，对不对？那你只要到家了，我就得干。那这玩意儿怎么能幸福吗？那不早晚得离婚吗？那咋结婚吗？是不是？上个视频我不是说要找上门女婿嘛，然后给8万块钱的彩礼，再送别野一套。没想到这么多人在评论区下边留言说要当上门女婿，还有的私信我。我看了一下这些人的年龄啊，基本上都是40岁、50岁、60岁的老头。天呐，我简直是惊呆了！我承认我魅力还可以，目前来说也算比较抢手吧，但是不至于都招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吧？我是在找上门女婿，但是我不找老的上门女婿。啊，可能也是怪我哈，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大家说清楚我的一个择偶标准。我今天全部写在手机里边了，等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啊，我的标准具体是什么，大家也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首先说一下年龄啊，22到35周岁。太小的不行，太老的也不行，所以说取这个中间的数字，这样呢沟通起来也没有什么代沟。那另外呢就是身高，我的要求是1.75米到1.85米之间，越高肯定是越好了，是不是？那太矮的肯定不行啊，毕竟这个小孩以后这个遗传基因这一块哈也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学历，最好是本科以上。如果说你是研究生、硕士，那是再好不过了。刚好呢，我爸妈也喜欢就是高学历的啊，文化这一块嘛，是吧？也是关系到孩子以后教育，那肯定也是不能掉队。还有年收入这一块哈，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最起码20个以上吧。关于车房这一块呢，我也不是说一定车房全部齐全，那最少也得有1个吧。男方这个家庭背景这一块尤其是父母呢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哈，对他们主要就是懂事儿。也可以没文化，但是呢，必须要有修养，这非常重要哈，也关系到以后这个结婚之后的婚后生活。对这个男方性格要求这一块啊，必须要成熟稳重、善解人意，脾气要好，一定要听话还得温柔善良，孝敬父母，最好是有主见啊。像那些老实吧唧的，我觉得半天放不出来一个屁的这种就算了吧。关于男方婚姻状态啊，我是首选未婚的。如果说是离异的话，不带孩子，我是勉强也是可以接受的。关于属相这一块啊，我之前也是给自己算了一卦之前算命的跟我说就是跟我属相比较搭的像属牛的、属龙的、属蛇的这是最合的。还有几个是不合的，比如说属狗的属兔的、属老鼠的，这些是不合的。但是具体呢想找什么样的属相，但是这也不是我说了算，是不是？这也是看运气。有时候呢也是因人而异吧，我也不是说非常的信这个东西。其实呢我的择偶标准也就这么简单，大家也可以简单做一个参考。最后再声明一下，我要找的是上门女婿，彩礼给8万，再送别野一套。如果说觉得这个8万块钱的彩礼太少的话，这个男方呢真的这个比较优秀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话，我也愿意加那么一点，但是前提呢你必须要接受我分期付款这件事儿。我承认我今年32岁算是大龄剩女了吧，但是呢我还是坚决不想妥协，一定要找一个配得上我的人。我感觉就是我还是比较抢手的吧，现在找到一个合适的上门女婿真的挺难的。啥也不说了，希望早日找到我的如意郎君。今天当一下所有正常正经大龄剩女的嘴替。正常的有正经工作，有正经收入，在正经单位和正经行业上班的一些非常正经的大龄剩女。第一，他们不玩社交软件；第二，他们也不去酒吧、夜店、KTV， 也不喝酒、不抽烟、不纹身、不买奢侈品、不衣着暴露、奇装异服，也不经常做美甲，也不整容，也不接触医美，不接触超额消费活动，比如说去点男模。去 KTV 这种活动偶尔也就仅限于工作需求或者说是团队聚餐。另外你们说的找什么小哥哥谈恋爱呀，找什么男朋友、男闺蜜、临时男朋友、临时男闺蜜，通过各种途径去什么养生馆、足浴店、按摩店之类的，在正经正常的大龄剩女身上是不存在的。正经正常的大龄剩女这部分人都非常惜命，他们不会去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给自己去染病毒的，尤其在当下这个性病和艾滋病到处蔓延的这个时代，更不可能随便去跟其他不认识的或者说是一般的异性去接触的。
或者说他们不会让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处于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情况，私生活基本是非常素的。我听到网上很多男博主说大龄剩女虽然单身，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男人，白天可能是单身，晚上可能就是少妇。我是想说，大概率说这些话的男博主基本上是没有在正经圈子待过，也没有上过正经班的一些人，更没有接触过正经大龄剩女的一群人。首先，大龄剩女很惜命，也很养生，对吃的和生活环境非常讲究，但是对男女私生活那方面的事情是非常谨慎的，不可能会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出现。还有人说大龄剩女玩得非常花，或者说买什么乱七八糟的网购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整天期待要嫁给高富帅，或者说他们都是年轻时候坐过豪车，或者说被雄鹰保护过的女人，所以才看不上屌丝。我告诉你们，真实的现状就是以上有这些奇奇怪怪经历的边缘化行为的这些个女的，她们不一定是大龄剩女，她们也可能是小龄的女生，或者说也有可能是没有结过婚的别人的情妇，也有可能是其他行业的退休人员。但是这一类女生，我可以明显的告诉你，基本上都是多多少少有点心理问题，有点变态的，或者说基本身体和脑袋已经被自己乱搞坏了的那种，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干净的磁场存在了。至于这类型的女生会不会像正常人一样去适合结婚，这个就真不好说了。因为在我看来，有这类型的想法的，或者说思想行为的男人或者女人，大概率都是脑子曾经没有来得及装一些高级的东西，导致自己被恶臭的欲望摧毁了的一些腐烂发臭的活死人的尸体而已。至于年轻人或者年轻人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寻求真正生活的意义和让生命持续向上的这种东西，在这类人的身上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因为这些人他们连根上都已经是烂掉的一群人。